哪来的小花子，敢来这偷东西？滚滚滚！我没偷，是我从山水丛里捡的。白总好，你没偷，那这馒头是哪来的啊？别说这泔水桶里的东西，就算是门前刮来的风，你也不会闻一下。给我滚！白总，小朋友，你怎么了？阿姨，我没偷东西，我过来就是找点剩饭吃。走，跟阿姨去吃饭。白总，乞丐那么多，您能领到饭店吃饭，管得过来吗？管一个就少一个。正坐啊，正坐啊，跟我对着走。你怎么不去上学啊？我要给自己攒学费，然后攒够一笔钱，去买个小车收破烂，这样就不用耽误我上学了。那你的父母呢？奶奶说，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奶奶年纪大了，不想让她这么累。你怎么吃肉啊？我带回去给奶奶尝尝，她还没吃过呢。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你买一个小推车需要多少钱啊？我问过，我的小车要85块钱，我已经攒够35块钱，再过1个星期我就能有自己的小车了。这50你拿着，明天就去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推车。阿姨，你已经请过我吃饭了，不能再要你的钱了。那你就当我是在跟你合伙，利息1块钱，等你有钱了再连本带利还给我，好不好？好，4年之后，在这个酒店门口，本金50，利息1块，合伙人。那这个就当做是我们的信物，合伙人。白女士，福利院那边的领养事宜已经安排好了。好，我马上过去。严郎、白金，你们过来一下。严郎、白金，收养你们的人马上就到了。院长，收养我们的人有钱吗？院长，他们是做什么的呀？院长，那个阿姨看起来好有钱，她是谁呀？他就是收养你们的人。妈妈，你看起来很有钱，可以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吗？我们在这儿都吃不饱。妈妈，你可以给我买新衣服吗？妈妈都满足你们。赶紧走吧，我们白总一句玩笑话，你还当真了？合伙人，未来我一定要找到你。副总，华古街价值2亿的收购方案已经发来了。我让你找的人，你找的怎么样了？黑心老板，还我钱！黑心老板，还我钱！黑心老板，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砸坏了，你们知道要赔多少钱吗？我刚才看见黑心兄妹从车上下来的。给我砸！砸！这是我们白总的车，你们连谁的车都没有搞清楚，就来砸车啊！这位兄弟，这辆车确实是我的。各位，我是蓝图集团的董事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董事长，您来的正好，我们是来要钱的。厂里已经3个月没给我们发过工资了。还工钱！还工钱！骗公司！黑心老板！副总，华古街价值2亿的收购方案已经发来了。我让你找的人，你找的怎么样了？只有一个手串和您画的画像，线索确实有些少。不管用什么方法，1周之内
一定要找到我的恩人。是。大家安静一下。小金，我在门口，你们出来一下。我已经跟他们打过电话了，大家放心，公司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妈，你急急忙忙把我们叫过来干嘛呀？他们的工资怎么回事？那个前几天厂里出了点问题，去挪用了一下。你怎么能动大家的血汗钱呢？这个可叫做贪污！赶紧把钱拿出来，给大家把工资发上。拿不出来，那笔钱已经被套住。没钱？兄弟们，他们说没钱，就你他妈张嘴了是吧？严老，怎么能动手呢？不给钱还打人！妈，他们就是皮紧了，等会儿我们给他们松松皮就好了。胡闹！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钱拿出来，给大家把工资发上。妈，那既然这样，你就先从集团挪一部分给我们用嘛。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不会拖欠大家的工资的。既然答应给你们了，就赶紧散了吧。还不赶紧滚回去干活！白总，不好了，公司账上现在已经没有钱了。这可是公司的专用款，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查，给我查，我绝不姑息。白总，专项款的去向是2位小白总。今天是你们2个的生日，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妈，我想要汽车、机器人。好，妈妈一会儿就带你去挑。妈，我想要新裙子和芭比娃娃。可以，我们快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带你们2个去买，行不行？好。妈，我们以后一定孝顺你。好。小金、严老，公司的资金，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哎，停，我们跟你很熟吗？就叫这么亲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既然你今天知道了，我们也就不瞒你，把这份合同签了，把公司交给我，这些工人的工资我马上就发。怎么样？要是不给我可不敢保证这些工人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你是说，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做的？是我们挪用了公司的专项基建，你能拿我怎么样？现在的蓝图集团呀，就是一个空壳公司。哎，死八婆，那什么眼神啊！我们帮你处理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你应该感谢我的呀。老太婆，你已经老了，不适合再领导集团了。这个位置呢，让我们兄妹俩来做，对大家都好。10年前，我把你们领出孤儿院，我扪心自问，这些年我把你们当做我的亲生骨肉，可你们……停！你是不是想说，是你给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兄妹俩是白眼狼啊？那是我们自己会选爸妈，跟你有什么关系？别跟他废话了，老太婆，你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你好好想想，把公司给我们2个，说不定我们2个一高兴，还能让你安享晚年呢。你们想让我把公司给你，不可能。老太婆，等会儿你的家人们好好招待招待你，看你的嘴还会不会这么硬。时间有限，我劝你呢，赶紧把文件签了。哦，对了，忘了告诉大家了，这个老太婆呀，把集团的钱全吞了，公司现在1分钱都没有。对，找他啊！这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打水漂了？这给我算的怎么了呀？白女士，您的母亲查出了尿毒症，需要进行换肾手术，至少需要400万的手术费。
老天爷，这造的什么孽啊！为什么好人却没有好报呢？还我工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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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总，没事吧？要不我们先去医院？不行，今天这个钱不给我们，你们谁也走不了。我没事，先处理他们的事情。白总，黑心老板，你用我们的血汗钱给你的孩子开豪车住豪宅，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们都是有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对呀。老板，我生病了，一瓶药要3万多，儿女都被我吃垮了，房子也吃没了。老板，你就给我们发点工资，我就想看好病。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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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冷静一下，听我说一句。好，我们看你这个黑心肝的怎么狡辩。拖欠你们的工资，是我这个当老板的失职。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你们有自己的家，这份工资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基石，孩子的成长，父母的健康，还有妻子的期盼。我白璎珞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有你们的信任。你们不仅仅是我的员工，更是我的家人。我承认我公司的账上没有钱了，但是我保证，我一定尽快把钱给到你们。就算砸锅卖铁，就算卖车卖房，我也会一分不少的把工资打到你们卡上。你们就相信我白璎珞一次，好吗？你就别打感情牌了，我们现在是要工资啊！对，赶紧还钱，白总。金姐、小东、朱霞、李斌，我认识你们每一个人。金姐勤勤恳恳工作20年，小东7年的时间，从一个实习生做到了主管。朱霞家里有丈夫瘫痪在床，但从来没有请过1天假。是我对不起你们的付出。一次，你们再相信我一次，我保证3天内把工资给到大家。我相信白总，我在公司20多年，白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我跟了白总8年，他确实没有亏待过我们。上次我家出事，也是白总提前预支1年的工资，我愿意相信他。谢谢大家了。我们相信你这一次，我们走。白总，今天下午复试招超会，只要我们能中标，这次危机我们肯定能度过去的。盛秘书，把我的车子，我所有之前的东西都卖掉，下班之前先给他们结一部分。这次多亏了禅姨的指点，让我们兄妹2人顺利把蓝图集团的资金拿到手。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看来白璎珞那个老太婆真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了。嘿，给她当女儿还不够晦气的呢。对，我们叫了她那么多年妈，到最后就给我们留一个破厂。你可别小看那个破厂，那可是蓝图集团的核心。禅姨，那我们都把蓝图集团的钱拿走了，现在就剩一个空壳，还要那个空壳有什么用啊？复试下午开招商会，蓝图集团正好有生产资质，现在蓝图集团正好在我们手上，如果能跟富士合作，那我们
以后可是港城的热门人物了。常姨，那我们兄妹以后可都靠你了。对，你们也看见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这膝下无子，不知道你们两位。妈，好，好，好。副总，您的恩人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招商会上。合伙人，我终于要见到你了。妈，大夫把你的病情跟我说了。他说，妈这么大年纪了，妈自己知道自己的情况。倒是你最近消瘦了很多，是不是俩孩子又闯祸了？妈，乐，你也上年纪了，你也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呀。你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快起来，快起来呀！你的身体弱，不能着凉的。妈，我的公司倒闭了，我变卖了所有家产给员工们发工资，本来那些钱可以给你用来治病的，可是他们都要养家糊口，我怎么忍心让他们家破人亡啊？女儿，你做的对。如果你拿这些钱给妈治病，而不管你的员工，那妈也不会原谅你的。孩子，快起来！妈，我对不起你。我的女儿独当一面了，乖女儿。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支持你。是妈的骄傲。妈。喂，白总，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所有能够抵押售卖的资产都卖了，现在还差800万的缺口。我知道，剩下的我会处理。妈，这卡里有200万，这个镯子是当初你外婆送我的，拿去急用。妈，这钱和镯子我不能要。我是你妈，自己的孩子出了事儿，妈能不管吗？孩子去了，公司的员工还等着呢。房子和车卖了550万，加上这200万，还差600万。刘晨的公司现在大有起色，他一定会帮我的。白总，今天下午刘总也会去招商会，不如我们去那找刘总吧。走，去招商会。刘总，听说您要收购蓝图集团？没错，蓝图集团要破产了，我准备帮姐妹一把。副总最喜欢心善之人，看来这次和富士集团的合作一定非你刘总莫属。婵儿，好久不见，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我们去那边聊一下吧。哟，白总，你这是要谈多大的生意啊？还要背着人？婵儿，我想找你借600万。区600万，蓝图集团都已经拿不出来了。看来传闻是真的呀。你可别叫这么亲热，我和你好像没那么熟啊。刘总，我的员工还等着发工资，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你能不能借我600万？2个月，2个月我一定连本带息还给你。没想到大校花又求到我的一天。上学的时候，你总施舍旧衣服给我，大家都说我是你的佣人，哪怕我心里不高兴，也要对你感恩戴德。现在你轻飘飘就说要借我600万，凭什么？刘婵，你上学的时候流产，都是我带你去的医院啊。
这是当年你给我垫付医药费的10倍。白总，这是要挟恩图报啊！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这个钱我可以借，但是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诚意，你说对吧？刘总，我比外面高出2%的利息，您看可以吗？把椅子搬上来。我的鞋脏了。哎，我只要跪下。不用，我只要你跪下。不仅刚才这些钱给你600万，我立刻打在你的账上。我怎么了，白总？你借这些钱是给你的员工发工资吧？璎珞，你能不能低下你这高傲的头？看来你说把员工当家人，那是作秀啊！刘总，是不是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就会借钱给我？人活一口气，我也不差那个钱，你说对吧，白总？我相信白总。我跟了白总8年，他确实没有亏待过我们，我愿意相信他。谢谢大家了。到账了！没想到白总竟然变卖自己的家产给我们发工资。哎，真的吗？哎，我的也到了啊！快！哎，这样，白总的母亲生病都没医药费，我们大家一起帮白总凑一些。同意。没想到高高在上的白大校花，有一天会这么卑微的在我面前。刘总，现在可以借我600万。600万的事儿不急，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要送给你。你说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哎呀，你那么着急干啥呀？这个惊喜啊，正在路上。真是风水轮流转啊！自打我们认识，我就是你的陪衬，你的对照组，你永远是高洁明媚的高岭之花，而我永远是水沟里的淤泥。可是有谁知道，当年我们一起创业，我的公司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去找你，你是怎么拒绝的我？还好我命好，遇到一个投资人，不然的话我的公司早就没了。白总，您的老同学刘禅资金链断裂，要破产了。从我的公司账户抽一笔钱，打到他的公司账户上。是，等等，他最要强，不要用我的名字，署名玫瑰。知道了。那个投资你的人是不是叫玫瑰？你怎么知道？你忘了，我最喜欢的花就是玫瑰。你说的话，你以为我会信？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尚宇，你马上额外去准备一份合同，我要在招商会给我的合伙人准备一个惊喜。好的，副总。合伙人，我来找你了。刘总，现在你满意了吗？你可以借钱给我了吗？你着什么急呀？这惊喜还没揭晓呢。兄弟们，这2位小白总果然没有骗我们，这黑心老板真的在这儿。白总，你穿着一身的大牌来参加宴会，我们的工资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没想到这个老太婆呀，
也有低头求人的一天呀。白金、严朗，你们怎么会在这？你这么没用，我们当然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新妈妈。我们是馋妈的孩子，不在这里能在哪儿啊？怎么样，这个惊喜你喜欢吗？原来你们几个早就串通好了。要不说你蠢呢，现在才发现。多亏了我馋妈运筹帷幄，才让蓝图公司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你们这两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死八婆，你别想岔开话题。我们的工资，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老板，您的恩人现在正在招商会上为他的员工催债。尚宇，你现在就稳住局面。还有多久？老板，还有20分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现在10分钟内赶到。你们的钱我已经打到你们卡里了，只打了一部分，剩余的钱3天之内我一定会打给你们的。不用等3天，答应借你的钱，我马上让人给你打过去。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把你的公司转让给我。不可能！欠钱不还是吧？蓝图集团是我毕生的心血，你想让他把它给你们，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好啊，那我就成全。这钱我们不要也罢，但是这口恶气我们必须得吃。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白总以前不是最喜欢带我们庆祝？今天我就让你回忆回忆庆祝的感觉。副总，你要找的人就在我全面卫兵。敢在我的地盘为难我的恩人，定叫他们10倍奉还。老太婆，你不是天天把员工就是家人挂在嘴边吗？怎么现在为了一个空壳公司，连你的家人都不管了呢？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一个选择，你多少家人都会丢了饭碗的。就是死也不会把公司给你这个白眼狼。不签是吧？1瓶1万，来人伺候我们的白总！你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1万！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字签了吧，这样你还能少受点苦。养了你们2个，连养一条狗都不如。我就算是养一条狗，它也知道认主人。2万！3万！查清楚今天事情的背后。是。馋妈，富氏集团的人要来了。这个老太婆骨头硬得很，再不签，咱们和富氏的合作就没来不及了呀！你想找死是吧？成全你！富氏集团副总到。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府静华的恩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白女士，盛特助这是怎么了？为了一个闹事的老太太动手？不对劲啊！副总也来了，看副总这脸色，这个老太太肯定不一般呢。看来刘禅和白家兄妹今天是踢到铁板了。副总，你什么意思？副总，盛特助，你们别被这个老太婆给骗了。是，她是我的养母没错，但她现在就是个无赖啊！欠着员工钱不说，
还在这里讹我们钱。是他欠我们钱不还，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而且大家都看到了。对啊，他今天就是来借钱的，在现场很多人都能证明。我们也在旧情，我还想帮他来着呢。这个白总刚才确实来寻求资金周转的，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白总在业界内的口碑和人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怎么会？哼，还帮忙呢？我看是有人想趁机落井下石吧。那刘总他什么时候那么大方了？我是看在他养我孩子的份上，还有多年的交情，所以我就给了他一些。但是没想到他还想敲诈一笔。可这个不知感恩的老太婆，拿了钱还要在您这闹事儿。是啊，他污了您的眼睛，就算是他打死，也是他活该。闭嘴！副总看来这是动了真怒啊，为了这个白女士激烈出手。这个白女士一看都不是一般人。副总，你打我干什么？立刻道歉。是，我们道歉，一定是我们没有维护好现场秩序。对，这白家小子还在避重就轻，看来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副总明显是在为这位白女士出头，可他们居然还以为是秩序问题。港城要变天了。今天白女士要是出了任何事情，我让你们几个人在港城都没有容身之地。他不过就是一个拖欠工资的废物，打死了又能怎样？这白家女儿真是愚钝如猪，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形势。养不出的白眼狼，好歹养了他10几年，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我调查得知，白女士收养你们兄妹10几年，给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环境，没想到竟然养了一对白眼狼。还有你，当时你的公司经营不下去的时候，是白女士匿名给你投资，你的公司才存活到现在。没想到你竟然和他们一起欺辱白女士。我也是受害者，他欠我们工钱，不关我的事儿啊！放开我！什么？你说句话呀，救救我们啊！副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干什么？当然是让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的人给白女士一一道歉。副总，你这是要仗势欺人！刚才就是你说，白女士欠你工资不给是吧？她还欠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孙泽，原蓝图集团员工，因失误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去年6月份已经被蓝图集团开除了。是他之前的工资没给我。好，这样我们一笔一笔算，白女士欠你多少钱？5万。白女士跟你的账算清了，现在我们好好算算你跟白女士的账。我来的路上听说，一瓶酒1万块。我傅景华做生意向来都是10倍奉还。副总，钱不要，我也是受人指示，是他们跟我说，只要逼白璎珞签了合约，他们就会给我一大笔钱。闭嘴！就他妈你长嘴了是吧？谁在这瞎胡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啊，这白总什么时候成副总的恩人了？带走。哎，白女士，他们3个，你打算怎么处置？妈，你这一次就原谅我们吧。对啊，妈，我们也是急于向你证明我们自己。妈，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找自己的亲生儿子，我和妹妹也是怕失去你啊。璎珞，我也是想帮你啊，这没想到这2个孩子玩的这么过火啊！你们走吧，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们。妈，你听我解释，你不是平时最疼我了吗？白女士，来人，送她去医院，快！陈妈，现在那个老不死的有傅氏集团撑腰，咱们后面和傅氏的合作恐怕……那又怎么样？我男朋友可是傅氏集团的高层，他听说呀，傅总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们只要帮他找到自己的父母，还愁达不成合作吗？哎呦，真是我的好女儿，还是你聪明。这搭上副总，哪怕是白樱木那个老太婆是副总的恩人，那点小恩小惠，哪能比得了血浓于水？这到时候，蓝图集团照样是我们的。女儿，女儿，女儿，妈，没事，没事。傅先生，谢谢你帮我女儿解围。白总，您还生着病，需要多休息。副总，我们素未谋面，你为什么要帮我？我是来报恩的。报恩？这么多年来，你资助和帮助了很多人，可对于我来说，你是唯一一个雪中送炭的人。合伙人，你还记得吗？是你。我知道你最近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这笔钱你拿着应急。不行，这笔钱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我当初帮你，并不是为了让你报恩，这个我不能要。合伙人，当年您投资我，这钱呢就当做是我投资给你们公司。走。我当然也要收取我的利息。当年您教过我，做生意呢要找个靠谱的合伙人，也要收取适当的利息。应该的。你想要多少利息？5%，可以的。利息不只要5块。周先生，2000万，你只有5块钱的利息，你是不是搞错了？当年要不是您投资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富士集团？这些年我一直在追随您的脚步，今天我终于见到了您。没想到当年那个小伙子竟然变得这么优秀，看来我当初真的选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合伙人。不过这个利息真的太低了。这么低的利息，我当然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你们蓝图集团要和我们富士集团合作，然后您要成为我们富士集团的合伙人。这怎么听好像都是我在占便宜。副总，你确定吗？您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可就拿走了。行，2个月我肯定还给你，只不过能不能把这个支票换成现金啊？我想尽快给我的员工结工资。少爷，给他办。是。副总，我老太婆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奶奶，您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尽力。我们家晨晨丢了27年了，一直没找到，我想让你帮忙找找。妈，你说这个干什么？他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吗？奶奶，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那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丢的？奶奶，您能具体说说他到底是怎么丢的？都怪我，当初。追，快点！走，妈妈马上来接你。人呢？去那边找。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哪儿？孩子，我的素儿子，
到底在哪儿啊？你活得好不好啊？白总，您二叔一家已经被抓，现在整个蓝图集团听您一人调遣。二叔竟然为了遗产不惜追杀我们一家，这东躲西藏的日子过了8年，终于结束。可是我的宝贝孙子他，妈，晨晨他福大命大，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吩咐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少爷。是。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晨晨的。宣布下去，富氏集团将入股蓝图集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注资100亿。啊！你拿着我的头发，去和白女士做个 DNA 检测。副总，现在蓝图集团已经被掏空，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亲生父母，但这么多年上门的骗子也不少，万一……我相信我的恩人不会的。是。我男朋友说了，副总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一会儿就把副总寻亲的信物发给我们，只要按照这个信物去找，一定能找到。哎呦，我的好女儿！等我们帮副总找到了亲生母亲，我们还要蓝图那个空壳干什么？这个玉佩，我怎么看那么眼熟呢？这个玉佩，我好像在白璎珞的卧室里见过。没想到，老天都这么帮我。老夫人，住在医院明明对您的病情更有帮助，您为什么非要回这老宅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而且人家已经帮我们很多了，哪好意思继续花人家的钱啊？妈，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员工的钱补齐。好，盛楠，公司已经在清算了，等结了工资，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你现在还年轻，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不，董事长，我哪儿也不去。要不是因为您，我现在还被困在大山里呢。你说你这是何必呢？白璎珞，还钱！你带我妈进去。朱霞、李斌，你们怎么来了？白璎珞，你这个虚伪小人，要不是2个小白总说你把钱藏起来不给我们，我们还像傻子一样觉得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呢。你对得起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可是凑钱给你母亲看病，你就这么对我们？你们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发生什么事情？在这出事？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大家不要被这个虚伪小人给骗了，他早已经把钱给藏起来了。没错。当初我们兄妹还在蓝图集团的时候，这个白璎珞就已经把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转移到了海外。他呀，就是不想给你们发工资，想卷钱跑路呢。我没有，阎狼，你为什么这样啊？妈，刘禅还有这个逆子，他们串通一气掏空了蓝图。各位，你们的工资我已经凑齐了，钱已经在路上了，晚一点就可以结给大家了。哎，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你的缓兵之计。你呀，就是想卷钱跑路。你今天必须把工资给我们，否则你们哪儿都别想去。现在就还！现在有还！现在有还！现在有还！大家稍安勿躁，钱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今天一定会给大家结清的。哎，大家都别信他呀，这就是他的缓兵之计，不想给你们发工资。白眼狼，你羞辱我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要煽动大家的情绪？还有，你们今天过来到底要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我来收购我的蓝图集团啊！我说过，你们想要收购蓝图集团，除非从我身上跨过去。妈，我们走。站住！
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站住！璎珞啊，你别硬撑了。你以为你躲着不见人就能解决问题？你看看跟了你这么多年的家人，你忍心看着他们血本无归？你把这份蓝图集团的转让协议签了，你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还有这些窟窿，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我刘禅帮你补上。老太婆，别不识抬举啊！我禅妈有的是钱，愿意给你擦屁股，是你的福气。你赶紧把字签了，别让这些叔叔阿姨们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他们可都等着米下锅呢。我早就说过了，钱已经在路上了，我今天一定给大家结清，我白璎珞绝不食言。副总，现金已经兑换好了，出发。白总从来没骗过我，难道钱真的在路上？在路上，也就你们这些蠢货会信，人家早就把钱都转移走了。我说白总啊，你这谎话张嘴就来的本事，一般人可学不会呀。钱在路上，在哪条路上啊？在你跑路的路上吧。奇怪，我记得淘宝玉佩明明就放在这儿，怎么没有呢？老太婆，赶紧把字签了。你不是口口声声都说他们是你的家人吗？怎么你就这么对家人了呀？那看来我得替这些家人们好好的教训一下。严朗，严朗，你干什么？他可是养了你们10几年，是你们教了10几年的妈妈呀！别叫那么亲热啊！我们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现在禅妈才是我唯一的母亲。刘禅，璎珞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当姐妹，当初你刘禅坏身子，那是璎珞为你忙前忙后的呀，那是他欠我的。要是他不肯把钱借给我男朋友还债，他会丢下我跑路吗？那个男人欠的可是赌债，可是我得动啊！放屁！你就是见不得我过得比你好。严郎，她可是你妈呀！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你生病就是站在你眼前这个人，为了你衣不解带，照顾你3天3夜，他整个人都脱了相，才把你从鬼门关给救回来呀！我有求你们吗？还不是你贱自找的呀！扪心自问，从小到大，我们对你们俩是有求必应，你们为什么要做恩将仇报的事儿啊？老东西，你还真把自己当我奶奶了。告诉你，要不是没有你们所谓的养育之恩的拖累，老子早就飞黄腾达了，哪里还有我在这个破地方？我白璎珞就是死，也不会把公司给你们这群白眼狼，死也不会。是你的！不许打我女儿！你干什么？哟，你个小猪也还挺忠心的，怎么在这里上演主仆情深啊？我当初可是花重金想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你不愿意，非要跟着这个快倒台的老太婆，说什么报恩？怎么样？我现在再给你最后做梦！就喜欢这种有骨气的，我就喜欢这种有骨气的。怎么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该怎么选，你知道吧？盛楠，盛楠别怕，没事的。你逆子，畜生！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了我女儿！你们如果要打我好了，放过我女儿，放过我女儿吧！妈，你起来，别求他们，他们这样的白眼狼不会心软的。
他们太过分了。哎呦，头发长见识短，这白落英都要拿着你过日子的钱跑路了，你还这么同情他？快点，要等我白总给个发工资。是。大家都看看，你们都过来看看，你们的白总为了兜里那点钱，竟然让自己生病的老妈下跪。是啊，这都什么东西啊？他要是不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的家人可都怎么办啊？对，该打，打到他们还钱。打到他们把工资交出来。等等，这个老太婆不是想替她女儿吗？那么现在就先解决这个老太婆。你给我放开！元朗，她可是你奶奶呀！老太太，你不是想替你的女儿挨打吗？那么我就成全，给我打！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都给我住手！你没事吧？我没事，还是赶紧把大家的工资给补上吧。谁在这里放肆，污蔑白总没钱？打开！出门来今日，怎么还不出来呀？各位，我是富士集团董事长助理尚宇，这笔钱是白总向富士集团借的。白总为了给大家发工资，不惜卖车卖房，甚至放弃给母亲治疗，也要在承诺的期限内将工资发给大家。你们却听信小人的谗言，过来逼迫他。太好了，找到了。尚总监，大家养家糊口也很不容易，而且也是我拖欠大家公司在先，是我对不起大家，赶紧把钱给发了吧。我们真的错怪白总了，他都这样了，还在为我们求情。都是他们这群骗子，不能放过他们。要不是他们挑唆，我们怎么可能会误会白总？臭骗子，滚！别让我们再看见你，见一次打一次。白总，我们对不起您。白总，我们刚才不该袖手旁观的，对不起。我知道，你们也是被别人给蒙蔽了，我不怪你们。来，赶紧把钱领了。来，朱总，谢谢白总。来，李斌。白总，您怎么多给了这么多呀？大家为了给我母亲治病筹了不少钱，也都不容易。现在我白璎珞有钱了，绝对不能让大家破费。谢谢白总。喂，什么？有人拿到玉佩了？我马上回去。难道他是我的晨晨？副总，你有什么急事吗？我好像有亲生父母的线索了，我得回去一趟。白女士，你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你路上小心一点。知道了。拿着这个，我做个 DNA 检测，加急，1天之内我要知道结果。好的。璎珞，你是说傅先生有可能是晨晨？我也不知道，但是他的脖子上有和晨晨一样的胎。没想到，我寻找了20多年的儿子，会以这种方式相遇。你当年不是被渣男抛弃流产了吗？那我怎么出生的？那是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后来创业，遇见了你爸，就怀了你。原来是这样。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我爸爸呢？都是妈不好的，不好的，妈不好。当年我和你爸
被仇家追杀，你爸为了保护我们，引开仇家，出了意外。当时我刚生完你，根本跑不远。为了躲避仇家，我把你放进垃圾桶。可是当我再回去找你的时候，就找不到你了。这个故事，你都跟谁说过？和我认识久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大哥，我知道，仅凭一个信物不足以让你相信。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妈在你存放的基因库去做的对比，有了这个，你应该可以相信了吧？生鱼，分不下去。2天后，我要开认亲发布会。是。妈，您和白女士是不是有什么恩怨？那些都是商场上的事了，但是妈妈愿意为了你，放弃收购蓝图集团，就当是报答她当年对你的恩情。好，要等到认亲夜，希望你们能跟我守言和。好，听你的。白总，副总邀请您参加他2日后的认亲宴。看来，他真的不是我的晨晨。白总，如果景华真的是我的晨晨，那他认的是谁？白总。如果景华真的是我的晨晨，那他认的是谁？不行，我要赶紧去告诉他，不能让他被骗。白总，您不是托副总帮您找个孩子吗？说不定这是副总给您的惊喜呢。白姐，你们终于到了。这位就是我们副总的母亲吧？哎呀，我们找您呀，找的可太辛苦了。他是谁呀？啊，妈，这个呀，就是我给您说过的我男朋友。要不是因为他呀，大哥现在还没找到呢。伯母呀，我们副总找你找的可太苦了，以后呀，还要伯母在副总面前多替我美言几句。好，好。刘总，我是您的合作商啊，后面别忘了多提携提携我们。是啊，刘总不仅自己优秀，孩子们也这么优秀，可是羡慕死我们了。哎呀，这基因好，没办法。没错，刘总，来来来，我们敬您一杯。谢谢谢谢谢谢。喂，这是谁呀？白璎珞，你这个废物来干什么？而且，赶快把他赶出去，别让他破坏了认亲宴。你不会还想过来挟恩图报？我们大哥不是已经报答过你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我要是你，我就自己离开，不给别人添麻烦。我没有，我是来。孩子说的没错，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要不是你当年对傅锦华有一点点的情分上，那保安能放你进来？我们是受邀来的，我们凭什么没有资格？我劝你啊，还是早点回去，不然的话，免得被赶出去。我要是某些人，就自己要点脸，得了好处在家偷着乐吧，不会出来打秋风。白总是有邀请函的，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
你们欺人太甚！现在没有邀请函了，我看你们拿什么进去？来人，把我赶出去！这出什么事？这出什么事？尚总说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呀，没有邀请还想混进来。对，我们这教训他，让他们滚蛋！胡闹！白总是董事长亲自邀请的人，我看你们谁敢让他走。少宇，你没搞错吧？你身为副总的贴身助理，你跟这个老女人在这关系不清不楚的。我婵妈是副总的亲生母亲，更是这场任性会的主角。怎么得罪了我婵妈，你工作不想要了？什么亲生母亲？我们白总才是副总的亲生母亲。本尊就站在这里，竟然还敢过来冒充！是啊，这亲生父母可是副总的逆鳞，听说之前假冒父母的下场可都是很凄惨。真是耗子给猫拜年，要钱不要命啊！白英露，我有信物，有检测报告，这些你都有吗？少宇，你最近不在总部，你可能不知道，这位刘总就是今天任清宴的主角，副总失散多年的母亲，甚至日后呀还会成为富士集团背后最大的。尚宇，我已经让阿虎和副总反映过了，恐怕到时候被赶出去的是你们几个吧。少宇，别说我不帮你，你说你自己私藏把人带过来也就算了，我还听说你挪用公款给这个老女人，那是副总让我送过去的。兄弟都懂，花钱是小事，但你让他假冒成副总的亲生母亲，你知道这件事捅到副总那儿，你是什么后果？亲生母亲，你们好大的威风！我们白总才是副总的亲生母亲。这是检测报告。什么？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冒认我傅锦华的母亲。把公司的保镖都叫上，和我去任清宴。是。白英露，不是我说你，我们母子刚相认，你就来找儿子，你这撒谎，你得找个时候。沙云，你怎么还能帮这个老女人作假呢？是啊，像白璎珞这种中饱私囊、随意克扣员工工资的人，怎么可能是副总的亲生母亲？我看呀，她就是造假成性。对，大家还不知道吧？她白云露不仅连同上吞没了富士集团的资产，更是挪用了自己公司的资产呢。这可是员工的血汗钱呀！像他这种不管他人死活、没有道德底线的家伙，怎么可能是副总的母亲啊？这白璎珞真不是个东西，竟然把员工的工资中饱私囊。这些员工可上有老下有小，断人家钱财如杀人家父母，这白璎珞可真不是个东西。你说谎！员工的工资我们早就发了。哎，我们只看到你和副总把钱给了他就来了，可没见哪个员工收到工资啊。这还不算，这个老太婆，她为了钱，连她自己得了尿毒症的老娘都不救，真是枉为人女啊！什么？为了钱居然不给自己母亲治病，还找小白脸玩，这个真是恶心！这个人竟然为了钱说自己是副总的亲生母亲，这不是打副总的脸吗？尚宇，你在这跟一个老女人不清不楚也就算了，你还敢在这污蔑副总？要是副总知道，一定不会原谅你。你们怎么可以这么随便污蔑人？我们诋毁你，是你自己造谣自己和副总之间的关系的。你们这对狗男女，赶紧给我滚出会场，不然我将会让副总知道所有的事，我还会让你们的丑闻传遍港城。你们，白璎珞，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滚出这个会场！赶紧滚出这个会场！刘禅，我今天是来见我儿子的。哎呦，你的白日梦还没醒啊！大家都看看啊，都看看，这个老太婆说她自己是副总的亲生母亲，那我刘禅是什么呀？啊！我要是今天没有见到他，我不会离开。没想到你这么无赖，你还是不走是吧？如果我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不会走的。好，
各位，虽然这次认亲宴是傅氏集团举办的，但是这次认亲宴主要是为了宣布我和傅总的关系。那么我刘禅也算这次认亲宴的半个主人，大家说是不是？对。这个女人不单拖欠工资，还弃她老娘于不顾。就这样的人，还舔着脸冒充傅总的亲生母亲。大家伙说，他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该死，该死！好，既然如此，那我刘禅作为这次认亲宴的半个主人，当然也是傅总的亲生母亲。大家说我有没有资格把这个女人赶出会场？赶出去！你们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只是替我的儿子清理垃圾。来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废物给我赶出会场！严朗、白金，这个老废物给我丢出去！逆子，你们敢！老女人，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我是在帮你，不然等会儿副总亲临，你触碰他的逆鳞，他不但会把你赶出赶上，还会全行业封杀，甚至让你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里是傅氏集团，还轮不到你们胡来。怎么哪都有你啊？我禅妈是副总的亲妈，在这傅氏集团做事，还要看别人脸色啊？你们这么对副总的恩人，难道就不怕副总知道？你们这么对副总的恩人，难道就不怕副总知道？知道了又怎样？我倒要看看副总会不会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恩人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翻脸。要是闹到副总那，恐怕被赶出去的是你们几个吧？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一直护着这个老女人？怎么，你们之间也有一腿啊？待会儿我禅妈和副总认亲，我就让你们好好长长记性，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一下，我不允许你们欺负他们，才能走。走？刚才让你走，你不走，现在你把这水搅浑了，想走？晚了，拿下！放开！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我才是傅集团的亲生母亲！你这个冒牌货，死到临头还嘴硬！今天要给你个深刻的教训，让你永远记住今天。谁敢在我的认亲宴上闹事？大哥，您来的正好，这个老太婆在现场捣乱了，想扰乱您的宴会。您放心，我现在就叫人把她赶出去，保证宴会能顺利进行。副总，我这里有2份检测报告显示，都是您的母亲，一份是白璎珞的，一份是刘禅的。我现在问问你们2个，你们谁是真，谁是假？锦华，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是你的亲生母亲呀！你看，还有信物。这个玉佩怎么会在你这儿？你给我拿过来！这个玉佩是我孩子爸爸生前留给我们母子的，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你的东西？白璎珞，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不要脸啊？什么这玉佩是你的？当初你借给我钱，我拿玉佩做抵押，后来把钱还给你，这玉佩就拿回来了。现在这玉佩怎么成了你的了？这个玉佩是孩子爸爸的传家宝，在我怀孕的时候才把它一分为2套，我有老照片可以作证。有个破照片又能怎样？就能证明这个玉佩是你的了？你就是个言而无信、拖欠员工工资的小人。DNA 检测报告都做了，很难说照片不是你伪造的呀。锦华，我知道你肯定在怀疑，但是我除了玉佩 ，DNA 检测报告也给你看了呀。你竟然为了钱，什么谎都敢撒！好，我问你们，那个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那个孩子
她的脖颈处有一个月牙般的胎记，所以那个玉佩才会做成2个月亮的样子。锦华找他母亲找了这么多年，这胎记的事儿，肯定是你查资料查到的吧？我从来没有对外宣称过我身上有个胎记。就算是他蒙对了又怎么样？你怎么样证明这玉佩是你的？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玉佩是我的。东西会丢，记忆会模糊，血缘关系不会改变。哪怕你拿了玉佩掩盖事实的真相，亲子鉴定它不会骗人。刘禅，你觉得呢？当然没问题，但是鉴定报告需要好几天才能出结果呀。这个不用你担心，只要你同意，我可以解决。好，尚宇，去把那个医生叫过来，我要今天就知道 DNA 结果。是。副总，检查报告出来了，怎么样？你知道谁是我的亲生母亲了吗？是副总，您的亲生母亲不是白女士，而是刘女士。事成之后，我给你500万。这不可能，锦华，我就说我是你的亲生母亲嘛。现在因为这个老太婆，已经耽误我们母子相认的不少时间了。既然真的不是我的晨晨，白银洛，我看你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赶紧收拾收拾滚蛋吧。我看呀，像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还痴心妄想想成为副总的亲生母亲，简直是不要脸。我禅妈才是副总唯一的亲生母亲，儿女就是一辈子孤独终老，没儿女送终的命。白璎珞，你还是好好认清现实吧，安安心心的做你的老寡妇。等一下，副总，您之前做的 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还有一份 DNA 检测报告。锦华，我们已经做了亲子鉴定了，你怎么这还有？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之前遇到过太多冒充我父母的骗子，其中不少还有串通医生的。我傅景华这个人做事喜欢做全的，特别是对于亲生父母这件事情上，我之前怀疑白女士可能是我的亲生父母，所以我就做了一份 DNA 鉴定。只要我打开这份 DNA 鉴定报告，我就能知道白女士是不是我的亲生母亲。现在，只要我打开这份 DNA 鉴定报告，我就能知道白女士是不是我的亲生母亲。白女士，你真的是我的亲生母亲。你真的是我的晨晨，我的儿子。妈，不可能，这报告是假的。这份 DNA 鉴定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白女士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可是我们也做了亲子鉴定啊，而且还是在你指定的机构，不可能有假的。对啊，刚刚这个医生也是你们招来的，我们怎么作假？是啊，副总，我错了，都是刘总指使我的，他说让我帮他隐瞒事实，事成之后给我500万，我错了，副总。像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医生。告诉他们院长，这个人全行业封杀，永不录用。带走。副总，我错了，刘禅，你个贱妇，你害死我了你！副总，刘禅，你调查清楚。说，刘禅年轻的时候不学无术，在黑诊所做流产，做伤了身子。在那之后，这辈子他也不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是骗子！我的身体是生了你之后才伤的，你不要相信他。
你之前不是说你是流产之后才生下的我吗？啊，我记错了，记错了。各位，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白璎珞是我失散多年的母亲，还有我寻找多年的恩人。这是什么情况？这不是说刘总是副总的亲生母亲吗？也就是说，白璎珞当年帮的是自己丢失的孩子。不可能！锦华，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是啊，副总。是啊，副总，你别被小人蒙蔽了双眼啊！主，你一定是搞错了。副总，宣布你亲生母亲，明明是我流产。请各位看清楚，我寻找多年的恩人和我的亲生母亲是白璎珞，白女士，而不是她。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是我才是你的亲生母亲。是你买通医生，还盗取我母亲的玉佩，现在证据都摆在面前了，你还敢冒充我的母亲？像他这样一个背信弃义、贪污敛财的小人，这样的一个母亲，你就不怕玷污了富氏集团的名声？晨晨，晨晨，爸，你放心，我会永远相信您，我永远是你的后盾。傅锦华，他白璎珞不仅拖欠员工工资，还吞没公司资产。是啊，而且这个老不死的，还有一个患尿毒症的母亲，任其自生自灭，他简直就是猪狗不如。没想到这白璎珞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是啊，这副总有这种母亲可真是命苦。你们胡说八道，他们说的都是假的。白总根本没有拖欠我们工资。白家兄妹跟这个姓刘的在诋毁白总，白总根本就没有拖欠我们工资。就是，白总的工资早就给我们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乡下来城里打拼的，上有老，下有小。白总明白我们不容易，不仅给我们安排高薪工作，还给我们提供住的地方。即使是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白总也没有亏待过我们1分钱。对，白总是好人，你们不能污蔑他。白总从来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我是白总的秘书，要是没有白总的资助，我现在还被困在大山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别人，怎么可能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不顾呢？他行善几十年，没想到遇到了你们这群白眼狼，你们的良心都进狗肚子里了。白总上次给我们发工资的时候，这几个骗子也在场，大家可千万不要被他们几个给骗了啊！这几人也太不是东西了，竟然这样污蔑白总。刚才我就是相信他们了，真是畜生，把我们当猴耍。哼，你们以为你们的工资和救命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他白璎珞私扣公司的钱，他就是道貌岸然，说的比唱的好听。挪用富氏集团资产啊！这白璎珞和尚宇胆子也太大了。这副总未必会放过白璎珞和尚宇。白静，你再胡说，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我告诉你们3个，我白璎珞这一生光明磊落，我从来没有贪污过1分钱，我也不屑于这么做。但是我这一生积德行善，竟然遇到你们几个不懂感恩的白眼狼。我手机里有段视频，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我手机里有段视频，大家看看就知道了。是你的，你们几个为了得到白总的蓝图集团，竟然肆意殴打白总，白总含辛茹苦将你们兄妹养大，你们简直禽兽不如。这刘禅和这对兄妹也太不是东西了，差点冤枉白总这个好人啊！我看啊，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你们几个私自挪用蓝图集团资产的事，我们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去调查了，相信用不了几天，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你胡说！明明是白璎珞自己转移蓝图集团的资产，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啊，我们都没有拿，是他白璎珞自己拿的。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一切就都知道了，谁撒谎谁清白，一目了然。坏人是永远逃脱不了的。污蔑诽谤我的母亲，挪用蓝图集团的资产，我傅锦华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副总，我们错了，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知道错了。对，副总，
我们不是有意的，是刘禅逼迫我们这么做的，我们是无辜的呀！你们两个白眼狼！大哥，您就原谅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是啊，大哥，我们才是一家人。你们对不起的人是妈妈，你们该道歉的人是她，她只要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生死。妈，我们错了，是刘禅他是一次歹徒，所以我们盗取公司资产，一切都是他逼我们做的呀。妈，我们不该听信小人的谗言迫害你，你就原谅我们吧。你们嫌弃我的时候，怎么没有叫我妈？妈，我们母子一场，你不能看着我们关进去啊！你们转移公司资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是这样的结局？你们殴打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是这样的下场？你们欺辱从小疼爱你们的外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也会有今天？妈，我们知道是我们鬼迷心窍，听信了刘禅的谗言，但也不能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啊！妈，哎呀妈，您从小最宠爱我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妈，你打算怎么做？晨晨，他们就交给你处置，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他们自作自受。妈，刘禅啊，是他逼迫我们转移公司资产的，一切都是他做的。对，都是刘禅，是他让我们去老宅给你找事儿，也是他逼我偷的玉佩，更是他逼迫我们向你要的蓝图集团，不然他就要把我们俩送去缅北。他还说，你只要找到了亲生孩子，就把我们两个人净身出户啊！够了！你们两个白眼狼！明明是你们两个自己递的投名状，说白璎珞这个老太婆公司的资产本来就应该属于你们的，一直挡你们的路，也是你们自己要夺取蓝图集团的公司资产的。我真是眼睛瞎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两个又蠢又坏的主子做儿女的？刘禅，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下场？去你的！怪我，你个胸大无脑的蠢货！我稍微一点点的不妥，你们两个就背弃了你们的养母，真是一顿畜生！我治你了，刘禅，现在赶紧给我妈道歉，让她原谅我们。你敢打老娘？我是你妈！妈，你有手续吗你？妈，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是啊，妈，你不能这样对我们，你原谅我们吧。你们从今往后，踏踏实实做人吧。尚宇，把他们赶出去，以后让他们在港城彻底封杀。你不能这样，你给我解释吧。妈，你原谅我吧，我错了，妈。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真正的女主角上台演讲。我白璎珞这辈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唯一遗憾的就是当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过在冥冥之中，我跟我的孩子早就相遇了。从今天起，我要努力弥补当母亲的责任。从今往后，我要和晨晨一起努力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诚为本的良心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价值，回馈社会。白璎珞，你个王八蛋！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妈不生气了，我第一个打死你！你们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刘禅，你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要不是你怂恿我们，白璎珞就还是我们的妈，现在放着富氏集团就是我们。没错，要不是你个死老太婆，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行了，别再说了。现在富氏集团已经知道我们干的所有脏事了，你觉得他会原谅我们吗？啊？喂，刘总，公司楼下有不少陌生面孔，公司的几个账户刚刚也被冻结了。知道了，出去守着，不许他们进来。什么封杀？封杀永不录用。傅锦华、白璎珞，你们的手段太狠了，
既然你们不给我留活路，那就别怪我心狠了。喂，树，现在按照 B 计划行事。你在给谁打电话？什么 B 计划？如果你们不想坐牢或者横死街头，那就听我的。傅金华下手太快了，在港城刘氏集团的资产和账户肯定是跑不动的，但是我狡兔三窟，我还留了一手。后手不过是留点钱苟且度日罢了，有什么用啊？我用假身份在海外存了一笔钱，足够我们暂避风头，日后东山再起。现在赶快去城西的老仓库，那里有我事先准备好的车和新的身份文件。真的，妈，我们以后就靠你了。副总，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接管了流山公司的所有业务，账户冻结完毕。根据追踪，他们3人刚刚乘车前往城西方向。城西，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刘氏荒废多年的工厂，像刘禅那样的人，他绝对不会找一个地方苟延残喘。陈晨，你去查一下近几个月刘禅非正常的通讯记录和资金流向。像他这样的人，绝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留有后手。副总，白董，果然查到了一条关键信息：刘禅在过去3年里，通过境外数个空壳公司进行掩护，向东南域某个匿名账户分批转移巨额资金。初步调查显示，收款方背景极为复杂，与当地非法跨境活动和地下钱庄有密切关联。妈，你说的果然没错，他们不是想躲，而是想逃，想带着榨干别人的血汗钱逍遥法外。立刻把他们的行进路线、车辆信息，还有我们所掌握的资金转移证据，同步交给相关部门。我们的人全力配合，在所有离港通道，无论是机场、码头还是陆路口岸，严密布控。我要让他插翅难飞。是，副总，我马上去办。副总，白董，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刘禅、白岩狼和白金企图通过一条私人码头偷渡离境时，被当场抓获，证据确凿。再加上他们以前犯下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教唆犯罪等多项罪名，数罪并罚，估计他们下半生都只能在里面度过了。仙道好轮回，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他们利益熏心，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另外，妈，刘氏集团由于资不抵债，现在已经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下周就会启动司法拍卖了。拍卖？怎么会这么快？刘氏集团它是有底子的呀，虽然现在的经营状况大不如前，但是一直趋于平稳，怎么会落得如今这般田地？表面上是经营不善，但从根本上来讲，是白眼狼兄妹2个为了算计你，挪用了大量的公司流动资金，去填补蓝图所谓的亏空。结果事情败露，资金没有能要回来，还出现了大量的供应链违约赔偿和银行抽贷，巨大的窟窿根本填不上。树倒猢狲散，各个股东见势不妙，纷纷抛售股票撤资，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好好的一个公司，几10年的基业就被他们的贪心全毁掉，可惜了为刘氏奉献这么多年的老员工，还有那些无辜受牵连的小供应商。妈，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晨晨，妈想找你借一笔钱，把刘氏集团给买下来。妈，你不会还想帮他们收拾那个烂摊子吧？他不值得啊！晨晨，我这不是帮他们，你想想看，刘氏集团和蓝图竞争了这么多年，虽然是对手，但是也侧面证明了他们的价值和潜力啊。他们名下有很多优质资产，还有成熟的技术团队。如今刘氏骤然破产，成千上百的员工一夜之间下岗，还有那么多的上下游供应商受到牵连。这不仅仅是刘禅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于整个港城商界的稳定。我看过刘氏的部分报表，他们只是被现金流卡了脖子，但是他们的核心业务和框架还在，不算无可救药。救活它，比让它永远消失更有价值。妈，您的眼光和胸怀我明白，借钱给您没问题，不过我们公是公，私对私。好，儿子，
都听你的，该算的利息，该签的合同，咱们一样也不会少。妈，这个钱你就不用给我了，就当是我傅景华对您白璎珞即将接手并盘活的这个项目进行的第一笔战略性投资。这个股我入定了。晨晨，谢谢你，谢谢你对妈妈的信任和支持。妈，因为你值得，我相信不久刘氏是新兰氏集团一定会在你的带领下会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